喂，係我 Uson 啊！今日會同大家去荃灣嘅三棟屋博物館。三棟屋博物館，我原本以為只係睇一啲客家人定居喺香港而留低落嚟嘅客家建築，但係原來佢仲詳細咁記載咗一啲已經融入咗香港嘅客家文化同埋智慧，真係好值得睇㗎。晏啲我哋會帶大家去睇南豐紗廠，而三棟屋博物館就喺 B 出口。第一次嚟到荃灣嘅我，俾我嘅感覺就係呢度好多天橋，都幾方便喎。睇下天橋上面連鋪頭都有啊！B3 出口，沿住一路直去，落咗樓梯之後就會見到皇崗口岸嘅巴士站。除咗星期二之外，呢度嘅開放時間係朝頭早10點鐘至到夜晚6點鐘。如果係假期嚟，就記得要 check 下時間啦。三棟屋客家圍村嘅歷史始源可以追溯至18世紀下半葉，當時陳氏家族從廣東遷居至香港荃灣嘅時候，利用沿海土地耕種，並於1786年建立三棟屋村。呢個展覽利用咗三棟屋嘅4所房舍同埋入面嘅橫屋，展示咗三棟屋嘅歷史脈絡同埋建築特色，以及香港傳統鄉村嘅人生禮儀同埋飲食文化。響唔同嘅橫屋有呢啲唔同嘅活動，俾參觀者互動，又幾好喎。盞燈接咗出嚟就係咁樣噶啦。誒，呢度有印仔抌喎，等我都抌返個先。
原來龍鳳餅係咁整嘅。因為燈同埋丁係諧音，所以鄉民會喺農曆正月嘅時候點燈，以稟告神明或者祖先族入面有新丁出世。唔講你唔知，原來點燈嘅過程一啲都唔容易㗎。咦，我件衫今日同件傳統嫁衣係一樣色㗎喎。哇，係手托木偶粵劇啊，我都未睇過。每一個木偶換一換唔同嘅嘢，就可以做唔同嘅角色，又幾得意喎。一手執頸以手掌作胸就可以做到挺胸，而一手執頸以手掌作腰就可以做到鞠躬啦。呢度嘅手機就係控制手個位。依家播緊呢個音樂就係八音啦。八音吹打樂器演奏係一個儀式音樂，用於祭祀、節誕、宴會唔同嘅場合，仲會用好多唔同特色嘅樂器添。咦，糖塔呢樣嘢我都未聽過喎，不如大家一齊去睇下咯。個過程係咁嘅，首先倒啲糖落去，煮糖，然後攪拌，攞出模具，再測試糖漿嘅濃度，再攪拌，然後倒入模具，水冷，刮走多餘嘅白糖，然後再脫模。哇，又真係幾靚喎！廣彩講緊嘅係廣州彩繪瓷器嘅簡稱，大約有300年歷史左右啦。繪工精細，題材廣泛，色彩瑰麗，通常喺素白瓷上面加上彩繪，然後再進行高溫燒製，令到顏色嘅光澤持久亮麗嘅。
廣彩係清代外貿最受歡迎嘅外銷商品之一，但係由於20世紀初政局動盪，廣州廠商同埋畫師紛紛都轉移到香港等其他城市從事廣彩製作。1950至到1970年期間，廣彩發展蓬勃，全港曾經有數十間彩瓷廠㗎。謎，古時又稱作隱喻或者修辭，原本係一種文字嘅表述方式，後嚟逐漸發展成為娛樂遊戲，並衍生出民間謎語或者着重文字意義嘅燈謎。依家嘅謎目就由謎面即係題目、謎目即係提示、謎底即係答案構成嘅。而製謎者咧就以唔同嘅製謎方式設計謎題，猜謎者咧就靠謎目咧進行聯想，連結相關嘅事物，增減文字或者改變文字嘅聲等方法嚟破解謎題，猜出謎底嘅。每逢傳統節誕或者喜慶場合，色彩斑斕嘅大型花牌都會引人注目嘅，增添場合氣氛，同時亦都代表致送者對受者嘅敬意，係一種禮儀嘅反應，亦都彰顯地區嘅社會關係。花牌以竹篾同埋鐵線紮成嘅平面支架組合而成，會寫上致慶或者祝賀等文字傳達意思，亦都會有龍形或者鳳形嘅飾紋。傳統曆法係古人通過觀測天象以制定嘅年月日嘅計算方式，當中以陽曆、陰曆同埋陰陽曆最為常見。編撰曆書需要推算星宿運行嘅軌道同埋位置，以制定24節氣。曆書係古代農業生產同埋現今社會作行事擇日嘅重要參考嚟㗎。古代只有皇朝官員可以制定曆法，而平民呢係唔可以擅自編寫同埋印刷曆書嘅，所以呢曆書呢又稱為黃曆。民間流傳嘅呢大多數都係私下翻印嘅版本。以擇日行事為例，天子用事呢就有67則，而民間用事呢淨係得37則㗎咋。點心文化歷久常新，製作點心嘅精髓在於精準地拿捏各種工序。就好似搓粉團、餡料嘅調味、份量嘅控制、包餡嘅手勢、蒸煮嘅火候等等，每個步驟都係點心師傅經過無數年嘅實踐智慧，令到點心製作技藝得以代代相傳㗎。而蒸籠嘅製作技藝呢，包括開料、屈曲竹片、落壇竹、上煮口，仲有織底。雨傘又係點樣整嘅呢？等我哋嚟睇下啦。我哋日常用嘅雨傘，粵語稱之為遮，無論晴天雨天都可以嚟遮風、擋雨、擋太陽嘅。製遮業喺香港係一個歷史悠久嘅行業，據載早於1860年代已經有製遮廠響上環文咸東街經營㗎啦。
製作一把雨傘要經過裁傘布、縫傘布、上線紮頂、插珠上骨、安裝組件等工序。一開始都唔知咩係白鐵器具噶，直至入到嚟，我先知道原來舊時啲閘、信箱同埋麻雀盒都係用呢個技藝方式製作而成嘅。終於都嚟到好多人都有興趣嘅麻雀牌製作技藝啦。早期嘅麻雀牌係以木或者竹片製作，所以麻雀雕刻又稱為刮竹，係到咗後期先改以亞加力膠為物料嘅。傳統嘅麻雀牌製作可以分為折牌、磨牌、雕刻同埋上色4個主要步驟嘅。麻雀牌製作係師徒制嘅手工業。學徒首先用雕刻刀做較簡單嘅工序，例如製作銅紙啊、索紙啊等等，然後先至學習刻字嘅。當學徒雕刻嘅技藝成熟，就可以進行萬字或者花嘅雕刻噶啦。雖然1980年代麻雀製作逐漸被機器取代，但係依家仍然有麻雀雕刻師傅會以人手製作成副麻雀嘅。唔好彩嘅係，房舍1同房舍3都裝修緊，暫停開放。神像鏡又係咩嚟㗎？神像鏡指嘅係以瓷漆響玻璃上面繪畫神像嘅手工藝品。隨住香港城市化，大量嘅居民遷至市區生活。城市人冇辦法時時刻刻都返家鄉拜祭祖先神祇，只能夠響屋企放一個神位供奉。以玻璃製作嘅神像鏡比傳統嘅紙製神像畫更加耐用，所以就大受歡迎啦。我哋嚟到最後一個環節，秦聲覓道。呢度分開咗4個唔同嘅區，分別係喪、戲、區同埋景。喪音係溝通嘅橋樑，響傳統嘅節慶之中，唔同嘅活動都會透過語言溝通表達，上通於天，下通於地，聲調、音韻都係表達族群活動嘅基本元素。
工欲善其事，必須利其器。清脆嘹亮嘅器具聲音，叮當作響嘅雕琢之音，工序嘅精神呈現響作品嘅細節之處。前人作業嘅軌跡時刻響我哋嘅腦海浮現，亦都喺手中重現。哇！你睇呢個棚架模型搭得幾靚？咦？呢度仲有得睇獅頭紮作嘅過程喎。哇！呢度好多獅頭啊！哇！喺中國文化裏面，節慶如神如人嘅概念帶嚟咗唔同嘅表演，戲曲糅合咗戲劇、歌唱、舞蹈，後人從不斷排練中體會到前人嘅身體律動，喺唔同嘅時空中共演共舞。情景景象，節慶舉行之際，場面盛大嘅祭禮、五彩繽紛嘅環境同埋熱鬧喜慶嘅氛圍。三棟屋嘅建築佈局對稱，中央由4間房舍組合，中間以2個天井分隔。後嚟隨住陳族嘅子嗣繁衍，就喺房舍嘅兩側各建一列橫屋，之後再喺後方興建排屋，就形成咗現今嘅棋盤佈局啦。
又有印仔吸嚕，等我都吸返啲吉祥物返屋企先。鍾意就記得 subscribe 啦，我哋下條片見。